很多人就是担心不够而胡乱的投资，但是如果你会计算的话，你觉得其实相差不太远，这样可能我还相差那10多28%左右，这样你就不会太过积极的或者不看什么投资产品都去投资，这样你就会减少很多投资上的风险。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国人的理财观念以及素养。我们是不是真的平常连1000块钱拿出来应急都没有呢？那么根据国家银行总裁纳都阿卜杜拉席，他就表示说，将近一半的大马人呢，很难有1000令吉拿得出来应急哦。那么他也指出呢，我国人民在财务管理方面呢，仍然是处于短期规划的一个状态，很像我们没有一个长期的思维。其实在自身财务风险上面的这个处理的能力以及管理的能力也是比较弱的。那么大马雇员公积金局的主席丹斯里阿莫巴德里他就透露说，根据财务教育网络 FEN，在这个上面它就显示说，多达84%的国人呢是没有每一个月定期的存款，大部分人呢只会定期的进行短期的储蓄，然后呢在月底就把它给花光光了。那么为什么会花光光呢？因为就是为了要支付日常的开支嘛。那我们也看到了前财政部长东姑扎夫呢，他就说，金融科技的应用已经影响年轻人的理财观念，以及带来负面的影响了。那使年轻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说先花钱后存钱，但是真的有存钱吗？这个也是我今天很想要问的啊。那么根据每3年进行一次的财务能力与包容性需求的这个调查就显示说，国人的理财知识增长以及理财态度以及理财的做法呢，其实并不相符。这也是令到其实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国人对于理财的危机感不足呢？虽然我们感受到物价在通货膨胀的情况底下呢，物价是不断的上涨，但是我们在行动上似乎没有开始认真的要去理财，这个可能是一般马来西亚国民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邀请到理财课程导师 Desmond 庄国辉博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跟我们谈谈正确的理财知识。欢迎你。你好，好，大家好，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还是一样的容光焕发。谢谢。对，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色比之前看到你的时候更好了啊，可能压力比较小了吧。是您现在是已经转换跑道了，对不对？对啊，现在去还是在教育的管道上，不过已经换了东家。OK，就从政府的一些机构里面呢，我就退下来，现在在大学里面任教，希望能培养多一些财务上有能力的。不过现在主要是教市场学了哈。OK， 是在学校里面任教，是不是比较开心？看你真的是比较感觉上整个人的气色也更好了，然后也更加活泼的感觉。其实是这样啦，因为毕竟你是在一个理财的这样的状况之下，然后在管理财务上呢，多多少少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压力就算刚才你所带出来的没有长期的压力，也有短期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呢，它是无时无刻的困扰着我们，尤其是当国人在一些财务上的认知还是不是这样成熟的话呢，它就会影响他方方面面的每一个财务的决定，而且每一个财务的决定呢，将会影响你的短中长跟长期的。所以等下我们会来分享一下，至于刚才的那些调查跟报告呢，其实对于我们听下来好像不太关于我们的事，因为如果他这样说呢，他没有针对个别的状况不过他真的是有带出几个重要的，例如说1000块钱，如果你在应急的时候，你到底可以有这1000块钱吗？这个你就可以立刻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看节目的，你首先看看自己的钱包有没有1000块钱。可能你现在会开始问为什么要看现钱？我可能有一些电子钱包银行的钱等等。首先你不要有个迷思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没有问题我随时可以应急。我会问他下一个问题，你的应急是用信用卡应急吗？这个不是
刚才那个报告所指导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现金1000块，或者在银行户头里面随时可以调动1000块，而不是动用信用卡或者先用未来钱那个你就可以大概去了解。如果你还不太了解我在说什么呢，看看钱包有没有1000块，看看银行户头有没有1000块，看一下定期存款有没有1000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呢，你就是刚才那个调查里面所说的那1000块。至于说在财务上的认知，还有一些财务的能力呢，其实根据 OECD report 呢，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可以理解，其实国人普遍上在财务认知、财务能力还有财务计算上呢，还是有一些偏差，因为它是以30个国家来作为比较马来西亚是属于蛮低，就是讲比较落后的。不过我们会谈一谈是对，因为刚刚博士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根据2022年的这个世界银行的数据呢，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储蓄率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排在东盟地区的第6名而已就是后段班了吧，我觉得。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反映出一种消费至上，还有这个及时享乐的文化呢？其实是这样，如果他说你的排在东盟里面是第6，其实我们只有10个公盟国家，如果排第6，其实如果考试来说就是不及格了简单的来说。但是我们要看那份报告它是针对些什么比如刚才我说的，它是看你的财务上的认知，就是说你在财务的教育到底是属于偏高还是偏低。当然还有你的财务能力，在运用金钱上到底你是属于得心应手呢，还是有一些隐忧那最重要的是在计算上，在财务管理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例如说了，简单一个比喻，如果今天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说回酬可以58%，如果再用来比较另外一个可以回酬28%，这样你如何做出一个选择呢？就是关系到刚才所说的报告，你的财务认知能力，你财务的计算能力，还有你财务规划的能力到底在哪里？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这样谈一谈这种能力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是，但是其实博士你在做这个理财的教育已经蛮久的一段时间了嘛，如果相比较说你刚刚开始做理财教育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国人对于理财的观念有没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进步呢？就比较起刚刚开始的时候。好，我在这个行业大概接近20年了有大概的13年是在做理财教育。就我从这20年到13年的情况之下呢，我看国人呢是比较会在财务管理上呢有比较多的认知，而且在管理财务上呢有他自己的一套但是因为通过国家不断的努力了尤其是经过国家银行跟等等的机构包括公积金局已经有提升，就是讲他们开始认知了我在财务上应该注意些什么。例如刚才说的1000块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一个观念怎样说是应急能力好还是不好，但是有了这1000块呢，就大概你可以了解你随时可以拿出来应急吗？如果你还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呢，回去3年前在那个我们的 COVID-19 pandemic 的时候你先问问你自己了如果在没有影响的情况之下呢，你能度过这3年，我先恭喜你了，你是属于少数的因为很多都是会多多少少被影响，这样那一个应急能力就可以说通了。如果你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支撑多久？如果在pandemic 在这个 COVID-19 呢，有几个行业是特别受影响的，酒店业、旅游业，很多是被裁员或者减薪大概你就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了。原来没有那个资金进来，真的会困扰我，影响我每一天的生活这个就是那个概念，就是应急的概念，你要先要有当然再加上不同的管道一路推广一些理财知识，而且经过这一个介绍不同的财务状况、财务的产品呢，国人慢慢对于这些已经有认知，但是足够吗？其实需要加强，因为我们大概都懂了在市场上有蛮多的妖魔鬼怪啦，我说的金融诈骗还有等等等等如果我们真的是需要
百毒不侵呢，可能你需要一些简单的提升自己的财务管理能力，然后在计算的能力上，然后根据你个人的财务状况做出相对应急的一些措施呢，对你来说会比较好。对，那其实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在中国会博士还有很多人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大家可能对于理财比较有观念了，但是会不会也有的时候也是大家想着说我去赚快钱，比如说我去做一些短线的一些投资，然后赚到钱，但是如果你没有理财的能力的话呢，可能就是赚多少就花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忽视了对于未来退休的一个储备还有规划。那么再加上现在数字经济的崛起，还有这个金融机构不断的在促销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这个信用卡的使用越来越方便了啊，那也会引发那一些拥有不断消费欲望的人的一些信贷危机啊。那此外，很多的持卡人呢，由于没有办法他按照指定的时间去偿还他的这个卡债，他信用卡的这个账单，导致不断的这个循环利息的累积，最后呢就发现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偿还哦。所以其实博士，你认为个人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管理债务，然后去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金融风险？肯定呢，我们人来这一世面对的不同阶段的诱惑，而且在每个年龄层都有他所遇到的问题。我大概这样说可能就比较清楚例如把这个年龄层分开它了例如说你刚踏入社会，你所面对的财务上的问题呢，可能不是只是说欲望而已，你可能就算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新的年轻一代可能也有些挑战，因为可能生活的成本的提高然后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年龄层他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年龄层，可能要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要借贷吗？要买房子吗？要买车子吗？到了生儿育女教育基金等等的问题，当然退休的问题也是一种。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年龄层呢？因为刚才艾莎已经说了，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欲望但是如何控制欲望，然后在你的年龄层里面了解你现在要些什么。因为现在我看得到的情况是，每一个人是不肯定他们要求或者追求些什么，他的问题在这边。可能我们会被别人影响，被同事影响，被同学影响明明看下去艾莎是不应该拥有那辆跑车的，为什么他会拥有我不能呢？我们来个比较在你比较的心态之下，你造成压力，我就会有这样的突然间有这个思想，我可以通过不同的管道快速支付这些金融诈骗就抓着你这样的心态觉得你可能需要这个。但是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在这个人生目标，在这个人生阶段，我就是要为了结婚，我就要为了买房。如果你很清楚的话，你就不是这样容易陷入这些财务的迷失，或者陷入了欲望循环之间这个就是从自我醒觉开始做起。当然它需要一套比较简单或者一套计划来唤醒你到底需要些什么。如果这样说不如我直接抛一个问题了，其实你知道你现在到底需要些什么吗？我可能这样问你会比较清楚。你先问自己先到底你是要收支平衡呢？到底你要是财富自由呢？还是你要债务自由呢？还是你要儿女债务自由呢？这每一个都是目标，所以你要从那边找到你的方向，然后作为导师，我慢慢的引导你可能先让你了解你需要些什么，过后呢，我会做一些计算让你知道，其实需要的钱不多你不要把自己锁定在我需要很多很多钱，因为你不会计算。如果你会计算的话，其实很多不必要的那些迷失或者不必要的陷阱，你未必会陷入。但是人就是因为不太清楚自己要些什么，所以才会陷入这些危机了解。所以博士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计划，就是从你的这个目标开始回推然后看你需要多少钱。这个计划你现在你有在帮人做这个计划？我直接可以告诉你的那个它其实是所以有需要的人还是可以来找博士吗？可以，不过我现在直接给个观念，你就很简单。其实它就叫理财6部曲，很简单的6部曲第一部曲我一步一步来，你会比较清楚明白。第一部曲就是先知道你要些什么，你的目标的设定，有了目标的设定，就来到第2部曲，你就要寻找资讯。例如说我要买房，我要知道在哪里买，头期钱要多少，这样你去找资讯第2部曲。那第3部曲呢，就是
不要相信别人给你的资讯，你要自己会分辨到底哪一个资讯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那个是第3部曲。第4部曲呢，有了这些资讯呢，我就成立一个计划。然后第5部曲呢，就是很多人只是讲，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实现他的计划，就第5部曲要实现计划。但是我们时常也听到别人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第6部曲呢，就是在每一个阶段我要了解它的变化是在哪里，我要怎样应对。所以如果你了解这6部曲呢，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recycle 的一个循环，你就很清楚了解应该怎样执行这个计划。了解。好，我们来谈一下现在这个破产修正案啊，那在上个月正式生效了。那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到13万人来脱穷疾。那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呢，他们愿意在金融工具上面使用杠杆的方式来增加财富啊。如果用得好是好事，最怕就是错误使用杠杆的方式啊，最后惹得一身的麻烦。那么其实博士想要请你评价一下，对于这样子的修正方案，其实它是一件好事呢，还是它有一些危机在里面？每一项的方案或者修正案的提出呢，它是针对性的一个问题，到底它是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是说把这13万人脱离了穷疾过后，当然对于正方面的发展呢是好的，因为他可以得到第2次的机会，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再来。但是如果是从可能是金融的行业来看如果你这个是无条件之下释放这些脱穷者呢，脱离穷疾者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问题，例如说以后个别的放贷我会不会特别的小心，因为毕竟如果你这样容易脱离穷疾这样我白白借钱给你用，而你用了过后你就脱离穷疾，可能在相关借贷的条件会可能比较加紧了这个是第一了当然对于已经有机会脱离穷疾的朋友呢我会这样提醒了你真的要在这一个阶段，当初你在这个穷疾在加入穷疾破产人士那方面，到底你学习到什么？到底你了解什么叫破产吗？而且从财务上我们大概知道，破产就是你不能还贷了，这样你就被宣布破产。其实在非财务上呢如果你真的是破产人士，我相信你会更加有这样的了解原来我告知别人破产之后，你看的朋友越来越少，朋友圈越来越小等等等等，这样你从中你会不会学习到从这个在穷疾里面到底学习到如何管理财务吗？这样政府给你第2次机会的时候呢，会不会重新再来做得比较好这个也希望这13万人可以重新得到第2次机会，也从中可以学习如何再管理好他的财务。但是博士，我总是觉得说这些人他有一些人不是所有人，部分人他可能他会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破产的境地，就是因为他没有正确的理财观念。所以是不是我们也要对这些人，除了透过这样的模式帮助他脱离穷疾之外，其实再教育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肯定，因为如果之前你可以告诉别人说为什么你会进入穷疾或者破产呢？可能你在财务上的认知不够强我其实是一知半解我去借贷了，所以其实我不太懂，我没有还贷的能力，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学习的当然第2可能在这个财务决定上你比较疏忽，比较马虎了一点，你没有好好的去做计算，然后做个规划，而就很简单的就把它导入了借贷。其实我是蛮同情还有第3种人的。什么第3种人呢？就是为了爱别人他去做担保这样你做了担保其实不关我事的，就是因为我要帮助你，我做了担保，我无端端就被破产了当然第4我们要注意，可能他没有看财经BFM， 如果他有看的话，可能他会比较清楚到底在财务管理上应该如何的做。是，就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这个理财相关的节目也将推出，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庄博士，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这个投资理财的部分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报酬率的这个投资理财的产品，但是高报酬率意思也就是说它可能它的风险也比较
高啊。那很多人他可能就会耗尽了自己的家财或者是自己的储蓄，甚至我在之前有听到有人就在那个 EPF 还可以去把它拿出来的那个年代，拿 EPF 去投资所谓的比如说金融产品啊，或者是这个crypto 等等这些。那最后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血本无归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跟状况，博士你会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建议呢？首先我们要回到那6部曲了，为什么你要投资？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其实很搞笑的因为你问那些投资失败的人，其实你为什么当初你要投资？我不懂Isaac 叫我投资，我不是投资了；老婆叫我放钱，我不是放钱了。其实你在完全不懂怎样的状况之下，而把这笔钱拿出来，而且很多朋友不懂你相不相信，太过相信人了，就是为了 Isaac 一句话，我们打个比喻了就把钱放下去了这边再可能再提醒一下，所有的金钱要储蓄下来，要存到那笔钱，其实不简单的就算你可以说了，那笔是你的红包钱，父母留给你的钱，你也要想象父母留给你的钱呢，也是他们打拼一世人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投资上要做好自己的功课。最起码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你赚钱，最起码你要对这笔钱要负上一个责任无论那笔钱是属于你与否，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责任。当你有那个责任了过后，你就会很小心，就看每一步，到底我这笔钱我的目标是在做什么。例如你要买房，这样你要比较详细一点告诉我说，如果我是做你的导师，我会问这样你要多少钱来买房我会带你进入的。例如说你要买一个房100万，可能你要投期钱20万，你现在只有10万，这样很清楚吧，你的目标就是10万这样如何赚这10万，我下一步就会问你，这样你可以承担10万变5万的风险吗如果你答案是否定的例如告诉我说，我就直接问 Isaac 了你能吗？10万变5万可以吗？不能不能，就是说你不可以期待短期回酬是这样我会给一些时间，可能7年到8年里面，还是要看自己的风险的这个承担的能力在哪里？风险承担能力，但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OK 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承担，有些人可以承担，有些人不能承担，所以因人而异。我先让你了解清楚先。如果你有7、8年的时间，你想翻倍，其实也是可以说是 OK 的，8-9%左右1年的回酬这样你就很容易去理解为什么要从 EPF 那边拿出来，因为 EPF 给你6%。这样你要超过6%，你要9%，你要做些投资，我理解。这样最起码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不是跟风羊群心态，我因为别人去我就去这样你了解了过后当然要提醒一句，每一项投资都有风险的这样你要了解一下，你对于这个金融产品你理解吗？如果今天我叫你投资做一个生意，那个生意你是做了30几10年的，这样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完全没有风险了，因为行内行外我很清楚。如果今天你无端端叫我去投一个行业现在很多了 P2P crowdfunding funder 一大堆，你完全不了解这个整个生意的运作，你突然间把这笔钱拿出来，这样人家好像广东人讲的了好似石沉大海咚一聲就冇了，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你要清楚你那筆錢怎樣我再總結一句，每一筆錢它的來源都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對這筆錢負責，你真的要知道它的來龍去脈，錢要往哪裡去，然後做自己的功課，每3個月檢討或者每1年檢討，因為有了時間表就比較好說還記得嗎？以前我們有那個成績單那個成績單的作用是什麼？還記得嗎 Isaac 可能半年過後沒有讀書給打2下，這樣比較努力一點成績單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你的回酬表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每一年到了年尾，現在是11月嘛，12月的時候是時候做功課了，把你所有的投資來做一個總結，到底它是紅字還是藍字？OK， 如果有任何是屬於紅字，你要做一些檢討咯。
是不是投资失误，或者是市场不太好，还是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在投资上应该要理解的基本的知识。那其实在投资上面要了解更多的知识也好，或者是说要储蓄也好，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为了让自己未来特别是在退休的时候呢，可以有足够的这个生活开销啊，足够的钱去做你的生活开销。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了像是在新加坡，我们看到新加坡有很多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都出来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公积金是没有办法去支付他们的生活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马来西亚吗？看样子很像是会的，因为其实呢，国家银行也在一直不断的对大众发出这个警示，说这个国人的退休金储备呢，可能是不能够维持退休生活的。所以博士，你认为是不是其实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都会遇到现在像新加坡的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所遇到一样的困境？首先我们要这样说了，退休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是蛮遥远的，但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就是5年10年后的事。对我来说就是不遥远了。所以我可以把它说成简单一点就是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到底你退休的情况或者够还是不够。如果你告诉我说5年后你不知道那个情况会怎样，其实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应该是懂的。因为如果5年的时间就是5年过后嘛大概你有多少，你每一年要用多少 OK， 但它有一个 formula， 我可以等一下很快速的告诉你，它也是6部曲，我也很快速告诉你等一下。不过我们先了解先，到底你是懂还是不懂如果你懂的话呢，你知道你5年要做些什么，将来要花多少，这样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可以快速的或者准备好你的退休金，因为它是用几十年来准备的。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20-30岁来说，你跟他谈退休，可能他就会觉得还有这样多年，而且现在我才刚刚开始工作呢，你就跟我说退休。对呀然后他最典型的一种回答，我现在的生活条件都未必能应付得了了因为每一天可能我有很多生活的挑战，我还有很多的愿望欲望然后我要去国外旅行等等等等的挑战蛮多现在都还没有做好。你现在跟我谈退休，其实这个迷思可以解决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它个体化了，退休就是退休，投资就是投资，教育基金是教育。其实如果你把它合为一体呢，你可以有一套计划同时进行这几样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你要把它优先顺序哪一样先？例如做个比喻吧，你不可能是不是说不可能很少了，结了婚或者退休后才结婚嘛通常都是结婚然后慢慢的生孩子然后退休因为如果你有那个顺序，你大概就懂了。这样结婚就是可能我要先做，在结婚之前重要的东西就是可能我要房子，我要车子然后生儿育女、教育基金等等其实这整个它可以规划成一个个人财务计划的。不过现在我是谈着退休规划，刚才我也答应你说，我简单的告诉你，我们该如何好好的来规划我们的退休生活，还有退休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它是6部曲了第一部曲我们要知道我们退休所需要的钱呢大概需要多少？你不能以现在的价值作为比较，因为你讲的是可能你现在是30岁，我50岁了，例如50岁退休，30岁到50岁呢，它有20年。所以第一部曲呢，我们大概要算一算，你50年后你退休金的当时候的物价是多少。所以第一部曲呢，我们从退休规划，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物价是多少。我们怎样做比喻呢？就以你现在的薪金，通过可能将来的不是可能通膨过后，你的那个薪金会变多少？用每一年的通货膨胀去计算，那个是第一部曲了。来到第二部曲呢，我们就要算一算这个将来我要活多少年可能很多人就开始问了，这个哪里懂我将来几时要到岁会死？其实你可以根据Statistics Department 国家统计局大概算一算，女士们呢大概是可以活到78岁。OK， 男士大概是74岁。如果你50岁退休呢，你要算你有足够的24年，男士们我将要花多少？
这样很简单哦。如果你说我现在1万块收入，一年就12万，这12万将来可能通膨，我大概是把它翻倍，就240千左右，然后再乘以20年，最少也是500万啊。如果以现在1万块的收入的计算，我还没有算那些inflation 啊等等等等，这样这3几百万的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来到第3部曲，我们要知道我现在资产有多少，包括房子、车子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是现在的价值，带来第4部曲，我要算将来的价值是多少，我就要把它乘以一个回酬，来到第4部曲。然后第5部曲就很简单将来的价值跟现在的价值，你需要的钱减一减，你就知道你还差多少。第5部曲，然后第6部曲就说你既然有相差，这样你就现在要做一些投资啊，或者储备啊等等。其实在马来西亚啦对于退休这个课题呢，我们其实蛮多的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的意思是说，国家有这个 EPF。OK， 你喜欢不喜欢如果你参与 EPF 计划 ，OK， 你就有23%， 11%是雇员，12%是雇主这样你大概就可以把你其实20多%的钱存下来，那边就是你的储备计划。当然如果你问我20多%够用吗？将来你退休其实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了这20-30年它的通膨也好，我叫你说赚1万，现在花2000块，你自己想象一下啦，你能过日子吗？你要这样想，你现在赚1万，你花2000，你可以过吗？很多人给你答案哪里够？如果够的话，都不用找1万块的工钱所以你可以想象20多%是不够，所以现在也有 PRS 嘛，对吗？私人退休基金，它帮你找到额外的7到8%。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不要灰心，你还有房子你还有一些投资产品等等等等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样多呢？因为很多人就是担心不够而胡乱的投资。但是如果你会计算的话，你觉得其实相差不太远最主要那笔钱我不动它，这样可能我还相差那10多20%左右，这样你就不会太过积极的或者不看什么投资产品都去投资，这样你就会减少很多投资上的风险这个就是针对退休规划给大家一些建议。不要因为焦虑所以去乱投资了，还是要计算一下自己到底够不够。那其实不晓得博士你会不会也觉得说，现在 EPF 也可以开放大家多存一点钱进去你觉得在有能力的范围之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呢？其实之前有一个访问有问这个propose 的灵活性的 account我把它称为 account tree 了OK， 会不会比较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当然重点还是在那边，你有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放下去OK， 我当你是有了OK， 但刚才他是用这个词嘛的伸缩性是什么呢？随时可以进可以出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很多退休人士他会用 EPF 的钱呢？因为那笔钱很久一段时间他只是能进不能出但是如果你有伸缩性呢，你又进又出的话呢其实问题已经在这边了，是你很难把钱存下来所以如果有一些条件之下这样可能你能把钱只进不出的话，他真的能帮到你。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呢在透过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对于自己的理财规划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的规划也好呢，都可以多一些的概念。那如果还是不太清楚的话，可以联络博士，对不对？可以谢谢你你可以上我的Facebook 去联系一下不过我也趁这是剩下1分钟了大概说一说我虽然从公家那边退了下来，但是我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有父母的名字是免费的推广理财教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的 Facebook， 我用我父母的名义叫永富钱庄来做免费的理财规划也是为学校大学做一些免费的推广谢谢大家博士的心真的是很大谢谢。好，谢谢博士今天来上节目。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财经的每一个精彩的影片。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